在视频开始前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大家还记得自己的第一款手环类设备是什么型号吗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智能手环这个品类啊，从诞生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多年时间了。因为价格便宜、功能齐全，手环呢也几乎成了很多人的第一款智能穿戴设备。而对于小米手环来说，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这一款。这不知不觉，小米手环呢已经是更新到了第7代啊。但是从去年到现在，大家也可以发现，其实手环类设备的功能进步已经是明显放缓了。估计呢也有不少小伙伴比较好奇，最新的小米手环7相比小米手环6，体验上到底有什么变化？现在买的话是选择6代还是7代呢？那么本期视频就结合我们这10天左右的使用体验，来聊聊小米手环7和小米手环6的差异。小米手环的进化历程基本都是体现在屏幕上，从第1代到第2代，经历了屏幕从无到有，然后是从方到圆，从黑白到彩色。而第6代到第7代，基本就是屏幕尺寸差异了，从 1.56 英寸增大到了 1.62 英寸。就整体的外观上来说，小米手环6呢看上去会更加秀气和谐，而小米手环7呢则看起来有些胖乎乎的。既然手环7屏幕变大了，机身也变胖了啊，可能大家会下意识认为7代应该会比6代更重吧。但实际上呢，两者佩戴体验差异呢几乎是微乎其微。6代手环主体呢是 12.7 克，7代呢是14克，确实更重了点。表带重量6代是 11.5 克，7代呢是 10.8 克所以说加上表带之后，6代和7代的重量几乎是一致，一个是 24.2 克，一个呢是 24.8 克，重量都非常轻。如果你是从手表类设备换过来，能明显感知手环佩戴呢会更加无感，运动时呢也会更加轻松。表带的材质还是祖传的硅胶，同样是黑色版本，这代扣具部分呢变成了金色切边。不过现在第三方选择呢也是挺多的，某宝上已经是出现了 Apple Watch 同款的回环式或者说金属表带。屏幕尺寸增大之后，对于内容阅读的效率提升是很明显的。从表盘上来说，时间显示就大了一个字号，随手看文字信息呢会更加方便。功能列表里面，手环6最多显示2行半，手环7呢差不多是可以完整显示3个图标加上文字标签，当然前提是最下面那一行的文字标签不是4个字的。除了屏幕尺寸变化之外，手环7支持屏幕亮度无极调节，手环6只有预设的几个档位。亮度方面，手环7白底亮度呢大概可以达到480尼特左右，6代最高亮度呢大概是360尼特，理论上户外能见度呢会更好。但7代和6代一样，并没有集成光线传感器，无法根据光线环境自动调整亮度如果说短时间户外看个亮，那就得手动调亮度，比较麻烦。而如果是长时间设置最高亮度，又会明显影响续航。在光线暗的环境下，如果亮度设得太高，看着呢会比较刺眼这也是手环类设备在屏幕亮度体验上的一个短板。当然，系统中呢也给到了一些曲线救国的方案，比如说可以定时开启夜间模式，可以根据时间设定降低屏幕亮度，避免睡觉时太晚亮屏刺眼的问题。反正屏幕亮度这一块，有光线传感器的手表类设备呢，体验确实会更好。希望明年小米手环8可以改进这方面。今年7代相对于6代升级最大的点，大米认为是息屏显示，这点对于穿戴类设备来说相当实用。比如说打字开车时，直接瞄一眼就能省去台湾亮屏这个操作。作为时间显示工具呢，用起来会更加无感。这个功能也是 Apple Watch 正打和 SE 系列的最主要差别。可能是新品的关系，小米手环7表盘数量相比6代呢要少一些，但基本呢也够用。新增了一个手机同款的火星动态壁纸，动画帧率比较低显示的信息功能也比较少，基本上是属于花里胡哨徒增功耗。此外呢，也可以使用本地照片制作相册表盘如果是用浅色图片，那么手环不对称的下巴就穿帮了。综合实用性和美观度上来说，还是默认黑底表盘会好一些，也能够更好的利用 OLED 屏幕特性，起到省电效果。下载 App 配对完成连接，进行基本的设置之后，iPhone 的电池小图标里面呢，也可以看到手环的具体电量。功能方面呢，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消息提醒、闹钟、天气这类日常功能。7代呢，因为屏幕更大，文字阅读效率确实会更好。闹钟这类体验呢没啥差别这种体验上也是稳稳稳，毕竟这个尺寸体积下，想塞入好的震动马达呢有点难度。滑动操作上，7代竖屏滚动的帧率呢要比6代稍微高一些，但是侧滑返回的操作响应反而要比6代慢一拍。注意，这已经是最新更新之后的侧滑反应，之前呢还要更慢。模拟门禁卡应该是很多人选择手环的一个原因，尤其是 iPhone 用户无论是手表还是手机都无法用 NFC 模拟门禁卡，比较蛋疼。选择一个手环设备作为使用场景补充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健康监测方面呢，小米手环7相比6代多了全天候的血氧监测，支持更多的运动模式，监测最大摄氧量等等。对于追求运动监测数据全面性的用户来说，7代相比6代呢优势会更大。不过在不同平台下，两者功能点呢也有点区别。比如说小米手环7目前呢不支持安卓端的遥控拍照 ，iPhone 上呢就可以，但是6代安卓端和 iOS 端呢都是可以的。消息提醒方面 ，iOS 端需要开启的权限呢会比较多。
而且偶尔呢也会遇到不提示的问题，结合侧滑反应慢啊，感觉呢优化工作还不是太到位。不调好不发布，调好了再发布。最后来简单说一下续航，小米手环6电池容量呢是125毫安时，小米手环7增大到了180毫安时，增加了将近一半，理论续航应该会更猛吧。但是开启消息提醒、息屏显示、中等亮度、智能心率监测、全天候血氧监测、睡眠高精度监测的情况下，小米手环7平均下来一天耗电在23%左右，也就是说撑死4天。说实话，这个续航表现对比6代确实要退步不少，而且根据目前网上大家的反馈来看呢，7代的续航肯定是没办法和前几代相比的。180毫安时的电池对于手环来说，可能电池算大了啊，但是对于息屏常亮这个功能来说，就压力山大了。关闭息屏显示之后，续航时间呢会有很大提升，但如果是关闭息屏显示，就完全失去了购买7代的意义了。整体用下来，小米手环7相比小米手环6，主要升级呢还是在屏幕上，尺寸更大，支持息屏显示。其他方面，说实话感知不强。充电方面依然是磁吸方式，不支持无线充电。结论呢就是，如果你买个手环，需要把它作为部分的通知信息载体，或者说经常拿来看时间，那么大屏幕加 AOD 这2点，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感知很强。如果说让我自己在 AOD 加4天续航和无 AOD 1周续航之间选择的话，我肯定选择前者。当然，如果你买个手环，只是单纯的想记录运动信息、睡眠健康什么的啊，不需要手环作为时间信息、通知信息的载体，那么结合第三方平台，7代和6代两者相差50到70元，6代的性价比呢确实会更高些。其他方面，比如说全天候的血氧监测、更丰富的运动模式，这些功能提升呢就因人而异了。毕竟买个手环、买个智能手表之类的，是不可能促进你去运动、多锻炼身体的。而如果你之前是用过5代、6代的老用户，升级7代的话，那么开启息屏常亮之后，续航明显倒退，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了。说实话，手环类设备受限于整体的成本和体积，功能配置差不多已经是到了瓶颈期啊。接下来2年免不了挤牙膏，比如说小米手环8，可能就是增大一下电池容量，增加一个光线传感器，其他方面能够升级的点应该是比较少了啊。如果说屏幕再继续增大，那么可能就逐渐脱离手环这个范畴了。而接下来手机厂商呢，应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功能更多、利润更高的手表上面。但即便如此，手环类设备依然会是很多人接触可穿戴设备的首选，毕竟核心功能齐全，但是价格呢便宜很多。万一买回来觉得实用性并不高，放在家里吃灰呢也不容易心疼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